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今天要开箱一支全球限量80周年纪念限定版 Stiga Campnado 45金标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订阅分享，我们立马开始。每次练完球，拍面都会脏脏的，该怎么处理呢？市售清洁剂太大瓶，携带不易，使用时泡沫忽大忽小，总是不顺畅。为了让球皮延长使用寿命，我与研发团队耗费近1年的时间研发，全新推出首款球皮清洁剂，经数百次的粘性皮、色性皮的清洁测试，按压、擦拭即可完成，泡沫稳定不黏腻，手掌一摸立即恢复止滑感。2瓶一组，300ml 补充瓶可重复填充，搭配30ml 的随身瓶，让你出门练球好期待。经测试，300ml 可使用超过1200次，用量超级省，100% 台湾制造，环保无毒，可回收，让你在球场上稳定输出，完美备战。快去下方点击购买链接，或在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、高雄超人乒乓、骑兵桌球皆有贩售哦。Stiga Campnado 45 Golden 是 Stiga 成立80周年纪念所推出的限量球版。Stiga 每次限量球拍都是使用这种仿皮的纹路外盒，内里搭配绒毛布料，并无额外设计过。我们先给大家听听敲击球拍的声音。球拍重量为95克，应该是我近年球拍里最重的一支了。跟市售一般版的45差异，就是在拍面印上了80周年的字样，并且握柄的铝标从白色改为了金色。看到这，确实没有太多的惊喜。Campnado 45金标使用 Textrim 碳纤，并且使用极少量的树木根部木材进行制成，让球板可以达到更扎实的击球感受。这部分就跟一般的市售版有木头上的落差，但不代表就一定好打吧，也要看我们实际试打之后，答案才能揭晓。那我们就去试打看看咯，我们出发。Campnado 之前好像打过245吧，在4年前那时候有一集叫做盲测3支球拍是否1分钱1分货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一集，是不是跟之前的正常版的 Campnado 一样？还是他有特别厉害，我们其实不太确定。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吕同学跟我们的郭建福。这是我们的资深球拍收藏家郭建福，这是我们的资深球拍评测员吕同学。有球拍找他就对了。上次有人说哦，他讲得很好，我们这次就一样再找他来。金标45 Campnado 的话，应该大家对他最有印象应该是奥运的时候，孙颖莎就是拿同款的金标45，但不是80周年，在他那时候已经引起很多风潮。在大陆也有很多中国省队的选手也是用一般白牌的45。那这个板子，我过去的印象是它有一个纯木的咬球手感，有一个不错的拉球底劲，控制跟旋转都是极强的。尤其是当时孙颖莎拿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哇，这个板子的正手威力、杀伤力都非常大。大概之前的印象是这个样子。OK， 金标45 80周年，但是在欧版、日版都有发售的状况下，反而中国要去买到这个80周年，就不是他们的行货。通常行货会在45的上面有个打码，在它的这个球板的侧边会有个打码。那他们买的45是本来就有一个中国行货的45，然后上面的印刷跟封面是跟这个80周年的盒子极为相似，非常有质感，但是不是皮革盒子。我相信可能是差不多或是很类似的性能，然后再一个他们买到的售价比我们现在去买日版啊，或是台湾有在贩售一些卖家们都来得非常昂贵。听你这么说，这一支就算不是行货，应该也是在大陆会用抢的。对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我们都还没打，你就下这种定论，会不会太直接？所以这一支基本上你也会买单吗？家里的箱子有点放不太下，要不然我之前出的时候已经找好卖家了，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球拍已经放到跟那个面膜放在一起了。郭建武，你怎么没推荐你买那个巨大的防潮箱？下次推荐那个给他。哦，了解。所以这一支基本上如果还放得下的话，你是会买单的。绝对，而且一定买2支以上，买爆。因为这个板子除了它的颜值很高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真的是收藏自用2相宜。那郭建甫对这支的期待是什么？先买起来讲。
果然是球拍收藏家跟球拍评测员的差异啊！这次我们搭配的是 Hybrid 的 M 跟 H， 试打一下，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心得给大家。好，来，我们出发。哇，很帅又喷起来了。我们先从球拍收藏家开始讲。好，来，你觉得这支如何？我以前打过一支金标，就正常版的4，那我那时候觉得它反手推起来都很弹很快，它出球很长，对，它这支可能是配皮的关系，我觉得有点推不太出去，太软，然后如果配到另外一面皮推又还好，但是还是没有之前那种喷弹比较远的感觉。它所以你觉得是皮的关系？对，我觉得打起来应该是皮太软的关系。对，那它这支球拍，我觉得它旋转制造能力很强，它触球也快，但它不会说快到又咬不住那种感觉。所以整体打起来觉得还是评价蛮好的。你有收藏一支对吧？对，我有一支金标的4。刚刚郭建武就跟我讲说，他有收藏一支金标45。我想说，你怎么80周年没收藏一支金标45是干嘛？结果他把下一句话就打趴我。来，你说，那时候是史蒂卡第一支金标，有没有？果然是球拍收藏家，要收还收第一支金标。所以那时候你听到有第一支金标，你就想说蛮值得收藏，纪念一下。对，而且那时候也是 Caminado 45。对。只是这次是80周年，多了一个80周年，那有吸引你啊？有，打下来非常满意。那我们的吕同学如何？等下我们先说，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跟我想象的其实落差不大，但我觉得这个板子就是你越发力就觉得越好打，旋转制造能力就越强。OK， 对，越打就感觉越上手。如果你的两面质量非常不错的话，其实蛮适合打这个。OK， 对。那有什么皮可以推荐吗？我也觉得可能打D05反手的话，就因为它这个板子的碳比较薄，然后拉的时候小力量有纯木感，大力量有喷弹感。但反手因为我们的力量没有像正手框架那么大，其实不容易出到这么大的力量。这个反手还是稍微没有的这么的强势，对，速度感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小力量的旋转或控制稍微差了一点。那这支如果1到10分，你会给它多少可以上场拼搏的评价？我可能会给到9.5分，非常高分。
这么高哦？对，因为我刚才被你吃一个超爆赚下旋球，有够赚，这么高很少被人家吃下旋球。所以我这支很值得留在身上。没错没错，我这半年测的球拍呢，跟这支的手感其实落差蛮大。这次会有一种我不太敢再发力的感觉，就是我好像随便发个力，球就很快很转。对，然后好像小动作球就已经看起来比我平常再更转更快。它不是安定感特别强。然后我顺便介绍一下，因为它这支是金标嘛，是，其实它一般有白标，Avanado 的45一般是白标。对，那金标据说它是用树木更底部的材料去做成那个金标，所以它的数量也是不是很多。OK， 所以在大陆也是这样子，一拍难求。OK， 所以它并不是因为限量改成金标，是真的木头也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真的打起来也是有实际上落差。那它同款加码还有一个朱雨林红标45，但朱雨林红标45它把它做得更轻盈一点，然后平衡感更高一些，那这支就是做的稍微暴力一点，打习惯小岩仓电话打这个牌子，我就觉得它太爆，它太冲了，真的很不容易控制住。对，我好像才发5分力，他怎么去了7分？这种感觉，连发球的旋转都是，好像轻轻一发，哇，结果过来是死转的。对，我不能保证我上场比赛用这支会赢，因为可能会不失控，对，不时就冲出桌。看来我们这个80周年的金标 Avanado 45没有再随便给你挂金标的，认真有在处理就对了。没错，好吧，那这支金标呢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台湾网络上或者是波尔多球之类的去找找看，看还有没有货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留个言，好吗？那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支持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就帮我们订阅分享，希望这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！再次感谢我们的郭建甫女同学，谢谢。